為了防止3號滅殺小鴨子，我提前把它關起來了。結果這天快黑的時候，這只母鴨子一直叫個不停，馬上把它也關起來。小鴨子出殼了，在這裡撿了一個蛋殼，剛過來就看到小鴨子了，也不知道出殼了幾隻。哎呀，這一隻應該是剛出殼，身上的羽毛都還沒乾，怎麼全是3號的孩子啊，一模一樣。這一顆蛋我預計半夜就會出殼，明天早上我們再看一下吧。早上起来又發現了一個蛋殼，這個豆芽現在孵化還挺靠譜的，還知道把空蛋殼全部給丟出來。我預計5隻小鴨子已經全部出殼了。來，我们看一下，完了，這就沒有一隻其他的顏色嗎？3號的基因太強大了，全都是一模一樣的。5隻全部出殼了。到了下午时间段，豆芽把它的孩子都带出来了，窩裡面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我在這裡看了半天，怎麼只有3隻小鴨子呢？豆芽多次嘗試把他們的孩子帶到窩裡面去，太高了，他們進不去啊。之前這口磚是為了防止鴨蛋滾出来了，現在好像不需要了。怎麼就剩3隻了呢？然後肚子下面我剛摸了一下，也沒有，還有2隻去哪兒了？找了半天，在這裡發現了一隻，安靜的躺在這裡，都是這個顏色。仔細一看，這一隻跑出去的小鴨子頭上被什麼啄了一個洞，我感覺不是喜鵲幹的，就是那幾隻雞幹的。哎，這智商我真是服了，難怪它會走丟。關鍵這第5隻去哪兒了？不會掉到這個洞裡面去的吧？太深了，看不到。第一時間趕緊把這幾隻小惡霸還有那幾隻雞全部關起來，以防萬一。這個地方就這麼大，我都找了2圈了，沒找到。難道是被什麼其他動物給拖走了？這好歹活要見鴨，死要見屍啊，啥都沒看到。而且我又仔細過來確認了一下，的確只有4隻。雖然說早上我也只發現了4隻，但是明明是5顆蛋，1個蛋殼都沒有，說明5隻小鴨子全部出殼了。為了小鴨子的安全，我在這裡給他們起了一個圍欄，這樣他們就出不去的。等一會兒食物和水全部放在這裡面。我現在都有點不自信了，到底是不是5隻小鴨子？等會兒再去找一下。我本來要去前面油菜地的，結果在這裡發現了誰丟了一窩鳥，看一下，有一隻已經死了，下面2隻好像還有呼吸。為什麼我要用棍子？因為我擔心上面這一隻死的身上爬出來什麼東西，讓我很害怕。我相信大家都懂的。看一下啥情況？這一隻什麼情況啊？我總感覺它還有呼吸，但是看這個膚色好像又不是活的。基本上確定上面2隻已經死翹翹了，但是第2隻我總感覺它有呼吸，的確是死的啊。下面1隻還是活的，可能就是因為它在下面才逃過了一劫。另外2隻是真的死的，但是地上的有一隻我總感觉它有呼吸，但是就是死的。這一隻身上現在冰冰涼的，我估計今天要是不發現的話也死了。前面那一塊基本上都是油菜地，我剛正準備下去，都是這2天割的。有一塊油菜是今天割的，所以我準備去看一下，結果就碰到它們了。另外2隻就比較慘了，為什麼每次不能提前發現呢？把這個家伙帶走吧，不然的話它也會死。身上冰冰涼的，带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給它保溫，強行給它塞了一點食物，也不張嘴，也沒有叫聲，特別虛弱。過了幾個小時，我剛聽到它有微弱的叫聲了。過了1夜的時間，它身上長了這麼多羽毛，而且精神狀態也恢復了，神奇吧？會主動張嘴要食物了，狀態非常好，就是太瘦了，其他的沒啥問題。第3天，它身上的羽毛更多了，不過狀態看起來還有點不是很好。胃口是真好啊，給它搞點蝦仁，你們看它多能吃。一次可以吃這麼多，胃口還可以，就是這個狀態一般般吧。畢竟在死亡的邊緣走了一圈，也很正常。第5天，身上的羽毛已經基本長齊了，看起來狀態不錯。第6天，變化不是很大。第7天，它的天賦已經覺醒了，
給它挠癢癢，它一臉享受的样子，特別舒服。第9天，看一下它的尾巴已經長這麼長了。這2天沒什麼時間理它，然後給它挠癢癢，它都沒反應呢。它變了。第10天，它徹底叛變了。我剛才試圖給它挠癢癢，它好像見到了鬼一樣，直接鑽到草叢裡面去了。我追過去，它到處跑。真是一個白眼狼啊！今年油菜地就這樣結束了，一共就撿了2隻鳥。行吧，大一點，全部放生，全是沒良心的。我本來要去前面油菜地的，結果在這裡發現了誰丟了一窩鳥，看一下，有一隻已經死了，下面2隻好像還有呼吸。為什麼我要用棍子？因為我擔心上面這一隻死的身上爬出來什麼東西，讓我很害怕。我相信大家都懂得。看一下啥情況？這一隻什麼情況啊？我總感覺它還有呼吸，但是看這個膚色，好像又不是活的。基本上確定上面2隻已經死翹翹了，但是第2隻我總感覺它有呼吸，的確是死的啊。下面1隻還是活的，可能就是因為它在下面才逃過了一劫。另外2隻是真的死的，但是地上的有一隻我總感覺它有呼吸，但是就是死的。這一隻身上現在冰冰涼的，我估計今天要是不發現的話也死了。前面那一塊基本上都是油菜地，我剛正準備下去，都是這2天割的。有一塊油菜是今天割的，所以我準備去看一下，結果就碰到它們了。另外2隻就比較慘了，為什麼每次不能提前發現呢？把這個家伙帶走吧，不然的話它也会死。身上冰冰涼的，带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給它保溫，強行给它塞了一點食物，也不張嘴，也沒有叫聲，特別虛弱。過了幾個小時，我剛聽到它有微弱的叫聲了。過了1夜的時間，它身上長了這麼多羽毛，而且精神狀態也恢復了，神奇吧？會主動張嘴要食物了，狀態非常好，就是太瘦了，其他的沒啥問題。第3天，它身上的羽毛更多了，不過狀態看起來還有點不是很好。胃口是真好啊，給它搞點蝦仁，你們看它多能吃。一次可以吃這麼多，胃口還可以，就是這個狀態一般般吧。畢竟在死亡的邊緣走了一圈，也很正常。第5天，身上的羽毛已經基本長齊了，看起來狀態不錯。第6天，變化不是很大。第7天，它的天賦已經覺醒了，給它挠癢癢，它一臉享受的樣子，特別舒服。第9天，看一下它的尾巴已經長這麼長了。這2天沒什麼時間理它，然後給它挠癢癢，它都沒反應呢。它變了。第10天，它徹底叛變了。我剛才試圖給它挠癢癢，它好像見到了鬼一樣，直接鑽到草叢裡面去了。我追過去，它到處跑。真是一個白眼狼啊！今年油菜地就這樣結束了，一共就撿了2隻鳥。行吧，大一點，全部放生，全是沒良心的。前2天我把大公雞還有其他的鴨子全部都放出來了，之前不是為了防止它們獵殺小鴨子，把它們都關起來了嗎？事實上，我覺得應該是誤會他們的，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就在他們被關期間，豆芽的孩子又失蹤了1隻，這就說明他们是冤枉的。現在豆芽的孩子只剩下2隻了，而且都可以從池塘裡面跳出來了，進步非常的大。把它們放出來的這2天，我也仔細觀察2天，我發現大公雞不管是對母鴨子還是小鴨子一點興趣都沒有，它對那一對野雞夫婦情有獨鍾，整的這幾天母野雞都不敢回來了。這一只小公雞它特別愛欺負母鴨子，但是小鴨子它是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說它对小鴨子也是安全的。包括有兄弟說兔子，其實兔子還好，我觀察了很久，安全。其實之前我最擔心的就是3號，
它總喜歡欺負各種動物，但這一次不知道豆芽怎麼跟它協商的，小鴨子它真的沒有欺負。還是3號這小子的眼睛尖吶！朋友送我的禮盒，一下就被他看到了，還直接踩上去的。就這禮盒包裝，應該就看出來不簡單吧？這是 Zip 月亮與6便士禮盒，很漂亮哦。天下歌，這還專門給我刻了字，這個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大家是不是在想，這到底是打火機還是剃鬚刀嘞？當然是剃鬚刀啦！拿在手上給我的感受是非常小巧。然後如果我們要出差或者旅行的话，带着它特別方便，不占地方。大家都知道 Zip 是打火機的老大，其實有剃鬚刀也不意外。Zip 最拿手的就是金屬工藝，机身正面嵌的是英國早期真實流通的6便士硬幣，背面是經典的月亮與6便士圖案。我的鬍子是屬於比較硬的，但是它8000轉每分鐘的馬達動力非常強勁，配合4環雙浮动刀網貼合面部，进须口更大，剃須無死角。磁吸蓋子和磁吸刀头設計非常方便，而且全身可水洗，深層防水，滿店可續航60至90天。還有多種禮盒定制刻字，我們不管是拿去送誰，都是獨一無二的禮物，這也更能體現我們送禮人的心思。兄弟們，如果想對自己好一點，自購是非常不錯的。现在是618期間，下單優惠還有贈品。既然他們相處的挺和諧的，那能讓他們自由，那必須要讓他們自由啊！基本上都是3、5成群的在一起。落單的很少，都是一对一对的。不過這隻大公雞任何時候都是獨來獨往的，它喜歡的小野雞被它嚇走了，不敢回來。左右鄰居養的雞都下鍋了，就剩它了。豆芽現在就帶2個孩子，也挺好的。第一次當媽，這麼靠譜。我抓小鴨子，它是一點反應都沒有啊，也不知道是漠不關心還是對我比較信任。反正這家伙跟我的時間是最長的。明天還要買一瓶花露水，給這幫小家伙們都噴一下。豆芽的眼睛一直在被蚊子咬，這隻眼睛你們看一下，都快睜不開了，蚊子太多了。我估計沒人記得這一隻咕咕的奶粒了，因為我都忘了是哪一年哪一期拍攝過它來的過程。當初它學飛的時候，正好飛到別人家裡去了，然後別人以為是我們養的，抓它的時候把翅膀抓斷了。所以說一直沒能放生，最後一直和一只魔術哥搭夥過日子。這只魔術哥天天都在向他求偶，只要是把草遞給他，他馬上就開始做窩。而且他們2個正好是1公1母。去年他們還下了2次蛋，不是破的就是沒有受精。最近這段時間他們又下2顆蛋，而且有1顆是破的，我用膠帶封起來了。之前科尔鴨蛋就這麼幹過，孵化出来了。給他們自己孵化一點都不靠譜，這是歷史的經驗。我決定讓這2只母鴿子幫忙孵化，因為他們之前連鴨子都孵化過，所以說經驗這一塊絕對靠譜。只不過是2只母的，每次自己下蛋都不受精。把鴿子不受精的蛋拿出來之後，再把鴿鳩的蛋放進去，讓它們孵化。過幾天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受精。孵化到第6天的時候，帶回家。用手電筒照一下，看一下什麼情況。我的手電筒忘記充電了，然後用手機的燈光照一下，血絲特別明顯。這顆蛋受精了。用膠布纏起來的這顆蛋，啥都沒有，這一顆就是沒有受精的。放在這裡，等一會兒其他的鳥就會帶走吃掉。孵化到大概16、17天的時候，我拿出來一看，發現在着殼了。這一隻大概率是穩了，然後等出殼之後我們再看。中間有事兒去的，2、3天沒有記錄，也不知道有沒有出殼。摸一下，哎，出殼了。他們脾氣好大呀，不讓我拿，又不是他們的孩子。拿出來了，看一下，長得和斑鸠一模一樣，被他们養得好胖啊。不知道長大之後有沒有父母共同的基因。又過了2天，過來看一下，這2個家伙護崽護得厲害嘞，養得真好啊，看着素囊吃的。又不是你們的孩子，你說你們這麼積極幹啥嘞？我覺得這2個家伙要感謝我，我圓了他們當媽的夢，不然的話他們永遠都是下4顆白蛋。讓他們帶吧，我這幾天還真沒空。最後給你們看一個有意思的事兒，
你們能想到一輛3輪車就在這裡停了2天，然後就有小鳥在裡面築巢了嗎？過2天別人車開走了，我看他們怎麼辦？最近這1個月，我不是一直在忙着翻新家裡的老房子嘛，該砸的地方都砸了，然後現在家裡亂糟糟的。整體來說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我相信很快就能完工。自己的房子要翻修，那陪伴了我這麼多年的這帮小家伙們的房子，必須也要翻修一下呀，肯定不能把他們給忘了。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這個池塘吧？以前鴨子天天在裡面游泳，鴿子在裡面喝水洗澡，還有很多魚。經過我們家裡面的商議，決定把這個池塘給填起來，但是只填了1/4，因為我考慮到这幫小動物，特別是鴨子天天都離不開水，所以說我還給他們保留了一大半。游泳的話是沒有任何影響的。既然養了它們，那很多事情必須要也為它們考慮。比如說這個位置，以前鴿子在裡面下蛋，鴨子在裡面下蛋，布丁的窩也在裡面。現在裡面什麼都沒有了，準備重新給它們翻修一下，讓它们住上更好的環境。這隻鴨子以前天天在裡面下蛋，現在它都着急死了，擔心自己的家沒了。還有這隻鴿子，它下2個蛋，不過是一隻母的，沒有受精，現在也特別着急。你說你們急啥呀？以後的環境會越來越好。而且為了防止它們夏季在裡面熱壞了，我又在上面加了一層瓦，這樣的話下面就會比較涼快。以後布丁的窩還有鴿子、鴨子都可以住在裡面，包括窗戶也給它們開好了，透氣性那更是沒得說。果凍的這個豬圈一直保留，也不改造，好好的。它住在裡面也挺合適，畢竟放出去很危險，這隻惡犬。其實這1個多月改造房子以來，我覺得最難受的可能就是布丁了，它的窩沒了，而且每天有7、8個工人，都是陌生人，它有點害怕，基本上只有別人下班之後它才出來玩。現在只要是我出去一回來，它第一時間都會在我的車旁邊等着我，然後一直跟着我。我現在是沒地兒住了，所以說住鳥哥家。他現在也改住鳥哥家了，每天就躺在他們門口，但是只要我一走，他馬上就不睡了，一直跟着我。還好鳥哥的房子就在隔壁，不然的話我和狗子都沒地方住了。不過鳥哥這裡的環境特別好，還天天給他搞肉吃，我都懷疑再住一段時間這狗子都要叛變了。我發現他在這裡也睡得特別香，有的時候還做夢呢。布丁，布丁，怎麼唱起歌來了？想當冰雪女王啊？原來是做夢都在饞神奇小度小冰席，它滑溜溜，嘎嘎涼，躺上頭再把小冰被一裹，比吃冰鎮西瓜還美。高溫天，我要是離了它，根本睡不着。聽說今年618最划算，抄底價就能把它帶回家，大家千萬別錯過。最近天熱得像蒸籠，空調費都跟着蹭蹭漲。睡普通的涼席，剛躺上去還行，但睡久了身上就發熱，還硌肉夾頭髮。還是小度的3層結構箱，最上面的這層是科技涼感面料，貼上去瞬間降溫，空調都能開高好幾度，髒了還能直接扔洗衣機，要多省心多省心。中間層5毫米厚，躺上去軟乎乎，咋睡都香。最底下的4D 散熱層搭配3明治透气網，直接把身上的汗呀味兒啊刷刷的往外排，細菌螨蟲在上面根本找不着家。我也睡過不少涼席，但是小度家的細節做的是最到位的，它的面料是 A 類母嬰標準。大小 baby 都能放心貼貼，床笠款360度包圍，床單款4角彈力帶也特牢，怎麼翻都不移位。旁邊還有儲物袋，眼鏡、手機隨時都能放，超方便。夏天想睡個清爽覺的，選小度準沒錯。618領券抵價入手，5種尺寸，家裡宿舍都管夠。小路承諾保價1年，買貴退差，還有運費險，帶回家試試真不虧。其他的方面最近變化可能不是很大，比如說小動物的陸地面積增加不了，場地有限，不過現在環境也相当可以了，自由自在的，想飛出去就可以飛出去，想回來就可以回来。比如說這個豆芽，有的時候娃都不要了，直接自己飛走出去玩了。不過基本上玩個半個小時，他就會回來找孩子。他的2個孩子現在太會藏了，有的時候我都看不到，就躲在這草叢裡面。塊頭已經這麼大了，應該是安全的。現在這幾天我發現我抓他的孩子，他有的時候還會跳起來咬我。這家伙帶娃越來越靠譜了啊！
然後這就是我花500塊錢買的大公雞，已經長開了。你們覺得值不值？反正我覺得很一般吧，養着呗，多一只不多，少一只不少。我看好多兄弟都誤会了，把這個家伙当成了我花500塊錢買的大公雞，說越来越好看了。這一只是別人送的，的確挺好看的。哎呀，其實這個陸地的面積還行，但是這幫兔子太不爭氣了，這草它們是一根都不吃啊！你們看一下，這麼深呢！哎呀，我都把菜地犧牲出來了，結果他們不除草。而且昨天我看了一下，他们在豬圈裡面又生了一窝小兔子，不知道哪一只生的。這裡給他們弄了個梯子，他們可以自由上下了，隨便他們跑，反正有圍欄。最近這個在搞房子，有的時候視頻也沒有更新。那一天我還直播了一次的，播了20多分鐘，然後有事兒去的。本来答應你們第2天早上直播的，哎呀，一天事兒實在是太多了。以後有時間我會經常直播的，具體什麼時間不知道啊，可能早中晚都有可能。我啥時候有空啥時候給你們播吧。等我的房子搞好之後，我要給狗皮膏药掛窩了。他们2個現在特別恩愛，我預計很快就要繁殖下蛋了，到時候一大窩小狗皮膏藥啊，有多的送給你們。不過以後送鴨子啊，送鴿子啊，包括鴨蛋這些啊，我要篩選了。因為最近我給部分送小鴨子、小兔子的兄弟做了一個回訪，我發現90%的兔子都被他們養死了，包括鴨子，要麼送人了，要麼發消息都不回的，基本上都是3分鐘熱度。所以說以後要篩選了。雖然說不要錢免費送，但是好多人可能就是抱這個心理，哎，反正不要錢免費送，你送啥我都要。本來我送這個柯爾鴨呀、鴨蛋啊，包括小兔子之類的，我的初衷是想讓真正喜歡這些小動物的，當個小寵物，當自己的家人一樣，開開心心的養起來。現在變味了吧？郵費都是我出的，結果呢，你們都不敢想象，居然有人問我要10只、20只的柯爾鴨。我覺得這兄弟可能是來我這兒進貨的。你說要1只、2只都是正常的，要2只有個伴兒。你說要10只、20只，那就過分了啊！你去街上領免費的不鏽鋼臉盆，你也不好意思要10個、20個吧？所以說以後送這些小家伙們要慎重。我是多，但是我肯定不會把它往火坑裡面推。大不了我自己養着，1個月多幾十塊錢的飼料，我還是養得起的。大家覺得對嗎？所以說這個東西一定要慎重。行，咱們這一期就這麼聊着，有空我們直播見。還是我了解他們吶，真的從窩裡面掉下來了一隻，還好我早有準備，不然的話直接摔死的，身上凍得冰冰涼的。不過問題不大，等一會兒放到保溫箱保暖一下就好了。窩在上面，他們可真會找地方做窩。這是一隻剛出殼沒幾天的小麻雀，還好我在地上提前墊了很厚的棉花，不然的話掉下來就領盒飯了。最近我不是在翻新家裡的老房子嗎？很多地方都砸掉了，包括麻雀做窩的這個位置，剛砸開就被他們盯上了，趕緊第一時間在這裡做了個窩。本來我以為他們會棄窩，畢竟裝修動靜太大了，沒想到中途因為其他的事停工了一段時間，他們不僅沒有棄窩，而且還下蛋。最近連小麻雀都孵化出來了。這幾天因為家裡裝修動靜搞得特別大，我發現老麻雀每天叼着蟲子在門口轉來轉去，也不敢進去。我擔心小麻雀餓得受不了會從窩裡面掉下來，所以就在下面墊了棉花。沒想到今天真的掉下來了。最容易從窩裡面掉下來就是這玩意兒了，放到保溫箱臨時救助一下，讓它和另外一隻稍微大一點的小麻雀住在一起。這裡還有一隻。這一隻大家應該不陌生吧？前段時間我從喜鵲嘴裡面救下來的，然後這幾天連續下暴雨，它都餓炸毛了，趕緊把它帶回家救助一下。現在狀態都還沒恢復過來嘞，不過問題不大。這一隻是前天一個兄弟聯繫我的，然後一個小孩撿到的，據說當時從窩裡面掉下來2隻，摔死了一隻，然後給到我信息之後，我就過去把它領回來了。現在是3隻小麻雀，剛保暖了一會兒，準備給它們餵點食物。這一隻大麻雀臉皮是真的厚啊，一直在搶吃的。不過這幾天連續下雨，它也餓得快招架不住了，而且是自己飛到家裡面來的。2隻小的肚子也餓了，給它們整點食物餵一下。這家伙持續性的搗亂，等一會兒要把它隔離起來，要不是下雨，我直接把它丟出去的。都吃飽了，先放到保溫箱。
晚一點根據情況看一下要不要把这一只小的塞到窩裡面去。不過我覺得可能會再次掉下來，因為這幾天裝修動靜有點大。你們看一下，老麻雀又過來了，叼着螞蚱在這裡轉了好久不敢進去。我發現有的時候它等的時間長了，就會自己把蟲子吃掉，然後再去找蟲子。誰讓你們把窩做在這個位置啊？我們這邊的麻雀是真的多，哎，還有好多兄弟對麻雀有誤解，覺得它們只吃糧食，其實它們多數時候都是吃虫子的，它們荤素都吃。然後還有這只鴿子，它的臉皮也特別厚，昨天這裡剛砌好，它就叼草過來了，被我把草給扯了，這個位置根本就做不成窩，而且它就一只母的，每次下蛋之後又孵化不出来，做窩還挺積極的。今天雨下特別大，然後晚一點看一下要不要把那只小麻雀塞到窩裡面去。最後給你們看一下一群小八哥，我之前不是跟你們說我放生的小八哥以後肯定會帶着他的孩子回来找我吗？你们看，這不帶着他的孩子回來了嗎？這兩天天天在家門口偷我的麵包蟲，偷小雞飼料。昨天我看到4只小八哥回來的，今天就剩3只了，也不知道另外一只怎麼回事兒。反正現在警惕性特別高，放生的八哥自己又繁殖了，然後還帶回來了。最近因為家裡在翻修老房子，也沒有時間給大家拍視頻。別說催更的兄弟還挺多的，正好趁着今天有時間，我來看一圈小動物，基本上都在。重點要關注一下這幫兔子，就怕他們跑出去了。還好，全部都在嘞。這是我500塊錢買的黃金五彩大公雞，已經開始在打鳴了。你們說到底值不值？然後這只雞狀態不是很好，昨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它自己掉到池塘裡面去了。今天早上裝修的工人發現了它，把它給抓起來了。現在它的狀態已經好多了。早上把它抓起來的時候，躺在地上只剩下呼吸，現在都能站起來了。最近因為沒有更新的原因，要鴨子的人也越來越少了。不過也的確是沒有了。之前的那一只小科爾鴨已經長這麼大了，就這種你們還喜歡嗎？豆芽的孩子只剩下1只了。前幾天有一只掉到豬圈裡面去，被果凍給咬死了。所以說這種惡狗真的是讓人又愛又恨。昨天我們又把這個豬圈這裡加了一圈小欄杆，其實它們每次掉下去都是走路的時候擠來擠去然後掉下去的。加一圈小欄杆又能攔水，而且它們基本上掉下去的概率会很低。早上我來找兔子的時候，發現豬圈裡面不知道它們什麼時候悄悄地生了一大窩小兔子，而且多數都是白色的，這裡還有1只，其中有2只還挺好看的，抓出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只長得挺有個性的，它的脾氣好大呀，小兔子的叫聲就是這樣的。這一只也好看，不過這種顏色的出了好多次，晚一點問一下隔壁的要不要養，送給他。最近我還手養了幾只小鴿子，它們之前做窩的環境老鼠太多了，到處都是洞，然後這一次全部都拆了，重新給它們建，這樣的話以後就不會有老鼠。環境變了，老鴿子全部都棄窩，只能我來養。2只小鴿子，1只魔術鴿，還有1只斑鸠和魔術鴿配對的小家伙，還有1只小麻雀，前幾天接回來的，拍過視頻。還好這幾個家伙都有素囊，一天餵個3、4次就可以了，特別簡單又省事兒。還好這幫鴿子多數都是母的和母的配對，不然的話最近我要養多少小鴿子啊。過一段時間有空的話，準備安排他們2個繁殖了。大家不都說讓我給狗皮膏药找個對象嗎？這不已經找回來了，坐等他們繁殖。前段時間別人在茶山修剪茶樹的时候，我每天早晚都會過去看看。結果有一天我就撿到2只鳥窩被破壞掉的小鳥，帶回家養了幾天之後，它們的羽毛越來越多了。又過幾天，它們變得越來越可愛了。那後面肯定是要放生咯。轉眼時間已經接近2個月過去的，我發現它們已經長殘了。前段時間已經放生了，因為其他的原因，最近又把它們關了幾天，尾巴和頭都撞破了。它們還是喜歡自由自在的，所以今天我決定再次把它們給放生。
這一隻尾巴斷的更多，所以趁着它們換毛之前，趕緊把它們給全部放生，以後它们換出來的羽毛就会特別漂亮。去吧，兄弟，飛行能力是一點問題都沒有啊，之前有過鍛鍊。然後你們看這一隻頭上禿了的，之前不知道被什麼鳥把頭上啄了個洞。放出去之後，它們第一時間選擇的曬太陽，畢竟前段時間持續性的下雨。最近終於有太陽了，它們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自己找食物的能力。之前空中的飛蟲，它們都能抓得到。臨走之前，還是給它們安排一點吃的，畢竟有2個月的感情呢，不容易啊。就這一只膽子大一點，另外一只基本上都是不敢靠近我的，在電線上面。不過現在它們都能自己找食物，估計是不會下來找我。把它們放了之後，叫得好開心呢。飛走了。不過這種野化過的鳥，它們方向感一般都是挺好的。最開始的一段時間，它們基本上每天都會回來，到後面就不一定了。這玩意兒塊頭太小了，特別要小心喜鵲，很容易被滅掉。真要被滅掉了，我們也沒辦法，適者生存嘛，是吧？不過這幾天我會特別關注它們，希望它們以後都能好好的。畢竟是從小養大的，肯定有感情啊。